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剑哥。乔斯伯最近新出了 Z20 的机箱，纯色版399元，撞色版449元。2升的 T9 机箱，类似的产品呢，其实学生党的需求还是挺多的。小巧呢，又不是那么的极限，便携性不错。之前是基本上以小厂出的机箱居多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乔斯伯入局这个市场推出的 Z20 到底如何吧。顺便和小厂的同类产品199元的笨牛 N20 和399元的吉野大师 F17做个鸡蛋对比。飞利浦27MRN5510G 2K 原生180赫兹高刷，27寸发色 IPS 面板，支持旋转升降和 HDR400%，99.1% sRGB， 能打1小于2，适配器也改成内置的了，适合3A 级普通 FPS 玩家以及专业设计和视频剪辑，价格只要1289元，顺丰包邮哦。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，淘宝店铺搜索“潮玩国度数码”。发烧 FPS 玩家还想要更高刷新率，还有飞利浦27MRN5510P， 刷新率提升到了原生240赫兹，100%sRGB， 价格只要1789元，顺丰包邮哦。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，淘宝店铺搜索“潮玩国度数码”。店铺新增机箱、电源、散热器、ROG VK 瓦尔基里、猫头鹰、海运、追风者、乔斯伯、雅骏、利明、银광等。省代级别资源，客服专业，售后靠谱，价格给力。南京本地自提还可免运费，再优惠。追风者 AMP1000瓦，金牌全膜，海运代工 Focus 同方案，带12伏 High Power 线，10年换新，黑色679元，白色699元。另有龙神1代240清库存，送1700扣去2个猫头鹰风扇就值300块钱，ROG信仰加 OLED 屏幕算300块。599元，质保2年，4舍5入，水冷不要钱，压13600K 很合适。数量有限，淘宝店铺搜索潮玩国度数码。乔斯伯 Z20 整体看起来是个简约圆润的设计风格，符合现在扁平化的设计趋势。不含提手、脚垫等突出物的三维为370毫米乘186毫米乘295毫米，约20升。在20升新生代 MATX 的紧凑机箱里面呢，比我们手里的笨牛 N20 和吉野大师 F17，其实大家外观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。你说谁比谁好看的话，倒也不见得。倒是乔斯伯 Z20 这个侧板的螺丝，不知为啥在外部的4个角上，白色机箱配上4个角银色螺丝，观感就很不可名状。那借鉴一下友商的某字母系列吗？可能乔斯伯是觉得这样有一种别样的美感吧，觉得螺丝更硬的还可以选择黑色的版本，就不会那么突兀了。其实如果能做成快拆结构，这个价位这个体积真的就无敌了。乔斯伯 Z20 的外部结构采用了2毫米的 SPCC 钢材加一体化的弯折，质感还是很不错的，摸着呢就有399的感觉。至于是否物有所值，看看隔壁什么把它厚度的质感卖什么价格就知道了。我们拿手边的笨牛 N20 和吉野大师的 F17比较一下，卖199元的 N20 的外框为 1.5毫米，而卖399的裸箱 F17 仅有1毫米。不过 F17 应该是市面上支持背插的最小机箱之一，可能很有用户会为了这个背插设计去买单吧。乔斯伯 Z20 的主板侧板部分和机箱的 PCIe 挡板也有加强设计，并且创新设计的 PCIe 位可拆的固定条，解决了大尺寸显卡难装的痛点。这种紧凑型的机箱其实是支持到4套显卡，很多大的显卡会因为尺寸问题塞半天塞不进去。乔斯伯这里做了个 PCIe 位的可拆卸设计，这样大尺寸的显卡就能把左侧露在外面，很方便的用右侧抵住电源线，然后卡进去了天下能苦IDX 久矣的幸得乔斯伯未平生乔斯伯 Z20 的侧板为一面玻璃一面钢板，经典的双字形。其他2家也是如此，还是希望乔斯伯能够出钢板的 Mesh 侧板。众所周知呢，其实玻璃面板除了侧透好看之外呢，其他都有缺点，又沉又容易碎。这还是一个支持手提的箱子，指不定哪天就提爆了呢。乔斯伯 Z20 的机箱5面开口，防尘滤网均为磁吸，且出厂就预叠好了，这点好评。其实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好评呢？只能说这个品类就是这样的，大家天天比烂呗。笨牛 N20 虽然它没有预贴好，但是起码是磁吸的防尘滤网，卖199元的话也就不要求太多了。但是机械大师 F17 除了底部的防尘滤网为磁吸之外，其余都是需要手贴双面胶固定的是有点绷不住了。乔斯伯 Z20 的前置 I/O 是一个5G 的 A 口加上一个10G 的 C 口，以及一个3.5毫米的耳麦复合音频口，这个点配置感觉已经被做成标配了小作坊们肯定要开始汗流浃背了。乔斯伯下海做这些机箱有点当年小米去横扫山寨机的味道了。吉野大师 F17 在前置 I/O 方面算是没有砍接口和速率，也是10G 的 C 口和5G 的 A 口。而笨牛 N20 虽然在这里砍了一刀， A 口跟 C 口是共用的，
5G 带宽，但是199元这个价位的箱子啊，都是这个配置，而且笨牛还可以找客服加25块钱换线升级到10G 的 C 口，直接厂把 DLC 都玩明白了。兼容性方面呢，乔兹博 Z10这个箱子的风冷限高164毫米，大部分双塔的风冷都能够兼容，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双塔啊，如果是 AMD CPU 的话，就要相应的减少1毫米。水冷限后30毫米的冷盘加30毫米的风扇的240水冷，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冷散热器应该也都能够装进去。显卡方面呢，则是最长支持363毫米，最后支持4槽卡。由于乔兹博 Z10这种箱子的电源啊，肯定是放置于机箱的前脸，所以说电源的尺寸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硬件兼容改变。可以看到乔兹博给出对应的兼容性参考图。笨牛 N20 和机械大师 F17也是类似的兼容性设计，不过 F17呢，因为做了背插的支持啊，风冷只能上低于142毫米的小塔，比如像利明的 SS135、乔兹博的 CR140等等。水冷呢还得额外购买 DLC， 并且在使用的时候呢，240水冷需要注意更换为 SFX 电源。使用280水冷的时候呢，需要更换为 ITX 的主板。机械大师 F17这个箱子还是推荐想玩背插全打桶的用户选择，上一个小塔或者下压，加上侧出的 ATX 电源，加上隐藏供电显卡，形成一套完美的背插宇宙。看完兼容性啊，我们实际用 Z10装个机，乔兹博 Z10收到快递，打开箱子第一眼就能看到一个瓦楞纸的配件盒，质感棒棒的。封面带有安装步骤，内附中英文双语的安装册子，以及提手、SFX 电源支架、显卡支架、硬盘支架、后置防尘滤网、螺丝盒。标准版呢就全部打包送给你了，它不需要额外的购买 DLC。卷王啊，还是得卷王。笨牛220随机附赠的配件盒中包含了扎带、螺丝、挡板、螺丝刀啊，这个毛坯的风格还是符合我对这个机箱的刻板印象。机械大师 F17的配件包含了彩页的说明书、防尘滤网、螺丝盒、螺丝刀。这个彩页啊，说明书看起来价格不菲，满满都是钱的味道。其实这里给机械大师一个建议啊，可以把说明书改成黑白的，把省下的钱加到防尘滤网上。399元啊，当然拿双面胶手粘有点太掉价了。乔兹博 Z10这个提手的底部是靠2个钩爪卡在上面面板上的，提手靠每边2个定位钉和1颗螺丝固定。考虑到安装简易程度、美观性，这个是个不错的设计，但就是不知道这个设计的强度如何。至于手感方面，不能说割手啊，只能说是很割手。能提是能提，但是能提多久就看你的习武程度了。笨牛 N20 的提手手感跟乔兹博 Z10半斤八两吧。机械大师 F17的提手呢，对比它俩还是要更舒服一些。乔兹博 Z10的安装呢，需要拧掉正面玻璃侧板的4个螺丝直接取下，而背面的钢板则是需要侧推才能够取下。水冷架则正好需要拧掉正面、侧面、背面共4颗螺丝才能取下。笨牛 N20 是需要拧掉双侧板后的2个大螺丝外推取下。机械大师 F17啊，需要拧掉双侧板后的2个螺丝外推取下。需要注意是啊，这个螺丝是不防丢的，小心把垫片给弄丢了。顶部和前面板的 L 型框架需要拧掉每边的对角2颗螺丝才能取下啊。这个箱子第一眼上以为拧掉后面3个螺丝就能推下来上面板啊，结果是要看了说明书才知道要这样来取。乔兹博 Z10在风扇和硬盘安装部分呢，可以支持多种安装方式，可以在背部安装2个2.5寸的 SSD， 下部的选择安装如下。一个2.5寸的 SSD 加上2个12厘米或一个14厘米的风扇加上显卡支架，或者一个3.5寸的机械硬盘加上2个12厘米风扇，再或者一个3.5寸的机械硬盘加上一个12厘米或者14厘米的风扇加上显卡支架。乔兹博的前置 I/O 和背部都有3条魔术贴，方便理线。背部呢也预留了上面的理线空间，可以利用配件盒里的硬盘支架在这里安装2个2.5寸的 SSD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装机的配置选择。这次我们的 CPU 还是我们的劳模英特尔的 i7-1470K， 主板则选择了微星新出的 Z790M Power， 采用了12+1+1路的智能供电设计。供电规格呢基本上是和迫击炮类似的啊，属于平民法拉利了。卡了2条内存插槽，内存超频性能呢会比以往的 Z790 UniFi X、Z90i UniFi、Z790i Edge 都会要出色点。不过呢，只做了2个 MDR， 而不是像 B760M 迫击炮2代做了3个，多少有点遗憾吧。配件方面有一个值得说到的点，这款主板附带了一块子板，子板上做了开关键、重启键以及 BIOS 的清除按键。在玩家进行内存超频的时候呢，就不用去抠电池清除 BIOS 设定了，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加分项。微星这张主板推荐的是海力士 A 代 M 代的内存，我们也选择了一对知奇换风级白色 DDR5 8024G×2来检验一下这张主板的实力，能够顺利拉满到8000 C40。电源智能我们统一推荐选择14厘米长的 ATX 电源，
这样就不必去看那个复杂的兼容性列表了。我们采用的是海运新款，这是 ATX 3.0的 Focus GX 850白色。3这里呢，我们选择的是九州风神的冰魔方240白色啊，这种棱角封面的设计啊，最近2年也是挺火的。搭配我们的主角乔兹伯Z10，也展出一种硬朗的美感。节压风扇我们挑了2把的雅骏的白色12厘米风扇，显卡选择了电竞潘克的4070 Super X3W Max 来搭配整体的白色风格。最后呢，我们进行一下总结。乔兹伯Z10不错的设计加上良好的兼容性，让其在20升的紧凑型 MHR 品类中算是出类拔萃吧。乔兹伯下海卷这个品类也算是做了一个标杆性的产品，一些小的设计啊，确实能戳中喜欢小机箱玩家心。39元的价格不能说贵，也不能说便宜，装色款呢还在加50啊。不过看看友商的价格，甚至觉得好像又能接受了。其实我们店里也有乔兹伯的商品销售，想要更优惠的购买，可以来问问客服哦。奔牛的 N20 算是乔兹伯 Z10 的青春版，体积大一点，做工差一点，但是价格便宜了一半，199元，还要什么自行车呢？它甚至可以加200买一个额外的屏幕。虽然都这个价位了，再花同样的钱买一个小屏幕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了，但是起码能给出的选择。机械大师的 F17 其实算是20升这个体积下的差异化产品，它仅有18.5升，而且支持背插。就像我们前面说一样，这个箱子应该是市面上能买到最小的支持背插的箱子之一了。推荐想玩背插全家桶的用户去选择，这样一个小打或者下压加侧出的 ATX 电源加隐藏功能显卡，形成一套完美的背插宇宙。那这节目就到这里，不要看了我们视频如何评价乔兹伯 Z10呢？如果观众不要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， 你们点赞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“潮玩客 CLK”。想要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我们淘宝店铺“潮玩国度数码”或者淘宝搜索产品“潮玩客”。这是潮玩客，我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